你醒来，甚至在睁开眼睛之前，你首先感觉到的是不确定性的重压，你感到胃在翻腾，你拿起手机查看新闻、社交媒体、你老板的邮件，而这种感觉只会变得更糟。世界似乎是混乱的、不可预测的、根本上失控的。你努力工作，你试图做对一切，但似乎你总是在和一个作弊的、运气总是更好的对手玩骰子。你看到那些才华不如你、付出不如你的人，显然在飘向成功，一种无声的怨恨在你心中滋生。你问自己，什么时候轮到我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交好运？这个问题，这种对运气的不断追寻，就是你的监狱。它把你放在自己生活的乘客座位上，等待一个看不见的司机决定转向正确的方向。你成为了偶然的受害者，一个赌徒，把你99%的精力花在担心你无法预测的1%上。你害怕巨大的灾难、意外的电话、经济危机，你又期待着巨大的机遇、黄金机会、彩票中奖。而在你等待的时候，真实的生活，你能控制的生活，却在不经意间流逝，从你指尖溜走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关注的是等式中错误的1%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运气无论是好是坏，都只是背景噪音，而你一生都在忽视那99%，那在此时此刻完全在你掌控之下的部分呢？事实是，你不需要运气，你需要一个系统，你需要内部工程。今天我将传授给你99%建筑师的5项纪律。这不是一种学术哲学，这是一本操作手册，用以夺回你思想的控制权，并因此夺回你生活的控制权。解决这种瘫痪、这种随风飘零之感的方案，是人类心智工程中最古老、最强大的工具之一。古代斯多葛主义者称之为控制2分法，但我们将称其为实用且现代的名称99:1方程。这个方程很简单，你生活中99%的平静和进步是由你的内部世界决定的，你的感知、你的决定、你的行动。另外的1%是外部噪音，股市、交通、他人的意见、天气、厄运。普通人的悲剧性错误在于，他将99%的精力花在了他无法也永远无法控制的1%上。让我们从一个战略性的重构开始。当我们谈论智慧，你的99%，我们不是在谈论学术知识、背诵书籍或墙上的文凭。在这个方程的背景下，智慧是内部工程，这是刻意的、沉默的、无形的构建自我的工作。这是过程，而不是结果。这是在床还很暖和时决定早起，这是在愤怒回应前选择深呼吸，这是专注于眼前任务，而不是它可能带来的奖赏的纪律。你不是被教导去祈雨的，我是来递给你铁锹，教你如何挖井的。这种工程的伟大导师，如埃皮克提图、塞涅卡和马可·奥勒留，都深刻理解这一点。埃皮克提图身为奴隶，最终成为罗马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。他将自己的全部哲学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。他教导说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区分什么是我们的，什么不是。你的99%是你的王国，你内在的堡垒，1%是其他一切。厄运不是个人悲剧，它只是一个中性事件。运气不是神圣奖赏，它只是一个红利。你的平静不应该依赖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。在传授第1项纪律之前，我需要你做一个选择。这段旅程不适合被动的观众。如果你只是来这里消费信息，这个视频不适合你。但是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开始一场变革，成为你99%的建筑师，那么你的工作现在开始。订阅这个频道不仅仅是点击一个按钮，这是你智慧的第一个决定。这是一种内部工程的行为，一个你选择纪律而非偶然的承诺。现在就做，并激活通知，因为这里将成为你的训练中心。你承诺的第2步是公开声明，身份的改变需要一个物理行动。到评论区去，向你自己和他人宣布，我是我99%的主人。使用这些确切的词，感受他们的分量。这是你的合同，这是你停止成为赌徒，开始成为建筑师的时刻。我也想知道你从哪里开始这段旅程。
评论你的城市或国家的名字。我想看到我们内部建筑师军团正在形成的地理版图。这是你的出发点。通过这样做，你已经在实践99:1方程。你正在忽视1%别人会怎么看你的评论，而专注于99%你对自己进化的承诺的决定。你正在用被动的希望交换刻意的行动，这就是我们将要构建的精髓。现在，你的承诺已经坚定，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。拿起纸和笔，或者打开你的记事本。第一项纪律是你所有内部帝国的基础的。第一项纪律也是最根本的，是盘点的实践。你必须成为自己现实的无情审计师，粗暴地分离出什么是你可控的，什么是你不可控的。你必须把你的每一个焦虑、每一个恐惧、每一个欲望都放入2个栏目之一：1%外部噪音或99%你的内部王国。这是埃皮克提图在传授任何其他课程之前都要求他的学生做的练习。没有这种清晰度，你就像在迷雾中战斗，把你的弹药、你的精神能量浪费在幽灵身上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即时且压倒性的。你的头脑被一生的反应性所制约，拒绝进行这种分离。他想要担心那1%，他坚持认为交通、你老板的意见、全球经济，或者某人看了你的消息却没回复的事实，都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这几乎是一种成瘾，对1%感到焦虑，给你一种虚假的控制感，仿佛担心就等于行动。你的自然倾向是把所有东西融合成一团焦虑。想象你是一个弓箭手，斯多葛弓箭手，你的99%是你能掌控的一切：弓的选择、箭的质量、你的姿势、你的呼吸、日常训练、松开弓弦的确切时刻。1%是箭离开弓之后发生的事情：一阵突如其来的风，目标意外移动，一只鸟飞过路径。赌徒般的普通弓箭手，他专注于风，他抱怨风，责备风，祈祷风停下来。他的心思在外面，在那1%上，因此他的姿势99%失败了。斯多葛弓箭手99%的大师则不同，他如此刻苦地训练自己的姿势、呼吸和专注，以至于风变得无关紧要。他接受风是游戏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个人的敌人。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不是控制风，而是执行一次完美的射击。他知道他的卓越不在于每次都命中目标，因为那取决于1%，而在于每次都完美的射击，因为那只取决于他的99%。他在拉动弓弦的行为中找到他的平静和验证，而不是在箭矢击中目标的声响中。你的盘点是你作为弓箭手的第一次练习。你必须每时每刻问自己：我的心思现在集中在哪里？是风还是我的姿势？你面前的交通是风，你对交通的反应，你的呼吸，你选择听播客而不是按喇叭，是你的姿势。你收到的批评是风，你决定分析批评以寻找真相，而不是反应性的为自己辩护，这是你的姿势。你需要手术般的清晰度，要准备好面对这是多么困难。你会意识到你可能花了99%的时间专注于那1%，你会注意到你的心思逃向不确定的未来或无法改变的过去。你的任务是温柔而坚定地把你的注意力带回来，带回到你的呼吸上，带回到你眼前的直接任务上，带回到你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上，此时此刻以及你如何使用它的选择。当你练习盘点时，你不仅仅是在组织你的思绪，你是在收回你的力量。每一次你识别出某事是1%的一部分，并刻意从中撤出你的精神能量时，你都在强化你99%的肌肉。慢性焦虑开始消退，不是因为世界变得不那么混乱，而是因为你停止了试图控制混乱，你停止了与风搏斗，开始完善你的射击。这项纪律的结论是平静，不是被动的平静，而是专注力量的平静。你变得不可动摇，因为你的稳定不再依赖于外部事件。你变得自给自足，因为你的验证来自你的努力99%，而不是结果1%。厄运不再是个人攻击，而只是系统中性的噪音。你最终明白，你的职责从来不是控制结果，你的职责一直是控制努力。
既然你知道了风和你的姿势之间的区别，第二项纪律要求你爱上这个姿势，你必须学会忽视奖赏。在99:1方程中，奖赏无论是金钱、名声、验证、成功，都是1%的一部分，它是结果，而结果永远不会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。你的99%是过程、日常工作、刻意努力、无人看到的练习时间。建筑师在完美的砌上一块砖的行为中找到他的满足感，而不是在宫殿完工的景象中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深刻的，因为我们被社会条件化，对结果上瘾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破解、捷径、一夜成功的时代，我们被教导要重视目的地，而不是旅程。你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阻力，不愿在没有回报保证的情况下努力工作。你的头脑会说，如果可能一无所获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？如果你甚至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，为什么还要早起？这种对保证的渴望，这种在开始赛跑前就需要看到奖品的需要，是让你陷于瘫痪的原因。让我们用园丁对抗气候的比喻。你决定种一个花园，气候、意外的干旱、不合时宜的霜冻、一场冰雹，是1%，它是偶然，是厄运。普通的园丁，偶然的受害者，整天望着天空，查看天气预报应用，祈祷恰到好处的雨水或阳光。他把所有的精神能量都花在他无法掌控的1%上，因此他忘记了做真正的工作。园艺大师，99%的建筑师则不同，他知道他控制不了气候，他将其作为游戏的一个条件来接受，然后他将100%的注意力投入到他的99%上，精心挑选种子，耐心准备土壤，挖掘的纪律，在正确的深度播种，每日除草和持续浇水。他知道他的工作不是保证丰收，因为那取决于气候。他的工作是让自己值得一次丰收。这位园丁的平静不来自于丰收，平静来自于他指甲缝里的泥土。他在浇水的行为中，在对种子的照料中，在他日常努力的纪律中找到他的验证。如果霜冻来了1%的坏运气并摧毁了一切，他会感到失落，但他的价值感不会被摧毁，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尽了他99%的一切。他只会拿起他的工具，重新开始准备土壤。他爱上了这个过程，而不是奖赏。你必须在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那样的园丁，在你的工作中爱上任务，而不是晋升；在健身房爱上举重，爱上肌肉的酸痛，而不是镜子里的倒影；在你的关系中爱上倾听，活在当下的行为，而不是期望对方应该如何反应。奖赏是一个副产品，一个红利，工作才是道路。塞涅卡说过，运气就是准备遇上机会时发生的事情，这是关键。机会是1%运气的时刻，但只有当他遇到你99%的准备时，他才会转变为运气。准备了土壤的园丁是唯一能从一场意外的雨水中受益的人。你不能创造好运，但你刻意的行动，你对过程的专注，使你处于能够接收它的位置。所以忽视奖赏，奖赏是回声，你的工作是声音。如此强烈的专注于你的过程，你的日常实践，你有条不紊的努力，以至于结果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后果，而不是一个痴迷的对象。你从中获得的力量是免于需要外部验证的自由，你成为自己动力的源泉，你不再需要掌声来继续挖掘，你爱上了铁锹铲土的声音。这项纪律的结论是韧性。当你爱上这个过程时，你变得不可阻挡。一次失败1%的坏结果不能定义你，它只是你过程中的一个数据。成功1%的好结果不会让你膨胀，它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红利。你在运气的波峰和波谷中找不到你的重心，而是在你自己努力的坚定不移中找到。你最终明白，真正的成功不是一个事件，它是一种习惯。第三项纪律是最微妙也是最强大的，它是感知的工程。既然你已经区分了1%和99%，并学会了专注于过程，你现在必须掌握两者之间的边界。事实是，厄运1%只有在你的智慧、
99%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变成坏事。一个外部事件只是一个中性事实，是你的感知、你的判断、你的反应选择，把它变成了一场悲剧，一个不便或一个机会。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但你100%的控制发生在你内心的事。内部冲突在于，我们相信我们的情绪反应是自动且真实的。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在交通中生气，我们必须对批评感到被冒犯，我们必须对坏消息感到绝望。这些反应似乎是瞬时的，就像一种反射。我们相信我们是情绪的奴隶，挑战这一点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反应性的头脑坚持说，这很糟糕，没有别的看法了。他紧抓着自己受苦、责备、成为受害者的权利。想象一个我们称之为克劳迪奥的司机，克劳迪奥在去一个重要会议的路上，另一辆车突然插到他前面，迫使他急刹车。这个事件车插对是1%，这是一个中性事实。偶然的受害者克劳迪奥立即做出反应，他的99%崩溃了。他按喇叭，他咒骂，他心跳加速，皮质醇充斥他的系统。他迟到了会议，愤怒且注意力不集中。他把他毁掉的一天归咎于另一个司机1%。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了一个陌生人。现在想象建筑师克劳迪奥，同样的事件发生，车插对1%。在事件和他的反应之间有一个微小的空间，也许只有半秒钟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建筑师克劳迪奥使用了他的感知工程，他为此训练过。他没有将事件视为个人攻击，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粗心的司机。他没有选择愤怒的反应，而是选择深呼吸。他利用这个事件不是作为一种冒犯，而是作为一次练习他纪律的机会。他想，有趣，我的身体想生气，但我选择不。也许这个人正赶往医院处理紧急情况，或者也许他只是个烂司机。无论哪种方式，这都不属于我。他没有按喇叭，他重新调整了速度，他放了他最喜欢的音乐。他迟到了5分钟到达会议，但很平静、专注，并且完全控制着他的99%。1%发生在了2个克劳迪奥身上，但他们的生活体验却截然不同，纯粹由他们感知的工程所决定。斯多葛皇帝 Marcus Aurelius 在他的日记中写道，选择不感到受伤害，你就不会感到受伤害，你就不会感到受伤害，不感到受伤害，你就没有受伤害。他不是在否认身体的痛苦或现实，他是在肯定他思想的主权。他提醒自己，尽管帝国1%可能会给他带来战争、背叛和瘟疫，但没有什么能触及他的品格99%，除非他允许。别人做什么是他们的问题，他如何反应是他的问题。你的任务是每天练习这种感知工程。当有人对你粗鲁时，将其视为噪音，而不是攻击。当你犯错时，将其视为数据，而不是失败。当你面临障碍时，将其视为训练，而不是路障。厄运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厄运是为你身上发生的事情选择了错误的反应。你是你自己思想的总工程师。这并不意味着压抑情绪，这意味着质疑他们。当愤怒或焦虑出现时，好奇地观察他们，问：这种情绪是基于事实，还是基于我对事实做出的判断？我是选择了这种反应，还是任其默认发生？你的大多数困扰并非来自事件，而是来自你告诉自己的关于事件的故事。这项纪律的结论是情感上的自由。你成为了斯多葛主义者所说的不可战胜的，不是因为坏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1%永远存在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发展出一个内部堡垒，任何外部事件都无法侵犯。你停止责备世界，并对你的体验承担起彻底的责任。你意识到障碍就是道路，挡在你路上的东西成为了你的燃料。第4项纪律是内部工程与外部世界相遇的地方，它是刻意的行动。仅仅拥有清晰度纪律1、专注于过程纪律2和管理你的感知纪律3是不够的。你必须行动，你必须建造。这是日复一日有条不紊的行动的纪律，不依赖运气，
灵感或动力，你被教导去其余 1%。这项纪律是关于拿起铁锹挖井 99%。无论下雨与否，内部冲突是拖延症的诱人声音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、动力或灵感。普通人认为他需要感觉想行动时才能行动，他等待一股能量浪潮或来自宇宙的信号，他花时间计划、研究、准备，但从不执行，因为执行是令人不适的，而且结果没有保证。刻意的行动是等待性瘫痪的直接解毒剂。让我们回到园艺大师，他醒来后不会检查自己是否有动力去除草，他不会等待感到有灵感才去浇灌种子，他行动是因为这是行动的日子。他的行动不是由短暂的情绪驱动的，它是由一个决定、一个对过程的承诺驱动的。99%的建筑师明白一个基本秘密：动力不在行动之前，行动在动力之前。运动创造了动力，井必须在你感到口渴之前挖好，你必须在风暴 1% 到来之前建立你的内部帝国。刻意的行动是你在和平时期的训练，这是你在没有考试安排时所做的学习，这是你在没有财务紧急情况时存下的钱，这是你在平常日子里实践的善意，而不仅仅是在你有所求时。这是无人看见的沉默，有条不紊且往往枯燥的工作，但它构建了能够承受 1% 重量的结构。想想塞涅卡，尽管他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，但他定期练习刻意的贫困。他穿上破布，吃着陈旧的面包，睡在地板上。他是在挖井，他训练他的 99% 对 1% 失去他的财富漠不关心。当厄运最终降临，尼禄皇帝夺走了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生命时，塞涅卡已经准备好了。他没有恐慌，他没有祈求，他已经为那一刻进行了训练。他刻意的行动使他比他的命运更强大。你需要停止等待灵感，灵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访客，纪律是你的日常伴侣。选择你的系统，而不是你的目标。写一本书的目标令人望而生畏，并且依赖于 1% 出版商、评论家。每天写500字的系统，则 99% 在你的掌控之中。专注于系统，专注于刻意的行动，像专业人士一样行动，而不是业余爱好者。业余爱好者等待灵感，专业人士按时打卡。你的工作就是拿起铁锹，每一天，即使每天只有5分钟，行动的一致性比强度更重要。每一个刻意的小行为都是你为自己建筑师新身份投下的一票。每一次你尽管缺乏动力，仍然采取行动时，你都在重写自己的源代码，向自己证明是你的决定，而不是你的感觉在掌控一切。你从中获得的力量是势头，你成为一股自然的力量。当赌徒还在床上等待运气敲门时，你已经建造了你庇护所的地基。你不再是一个梦想家，你成为了一个执行者。你把等待的焦虑换成了建造的平静，你不再害怕干旱，因为你正忙着挖井。这项纪律的结论是真正的自信，这不是那个靠 1% 连赢几把的赌徒的傲慢，这是工匠的坚实、沉默的信心。他毫无疑问地知道，他已经做了 99% 的工作。这种信心来自于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有工具、纪律和力量去应对它，因为你已经刻意的日复一日地构建了它们。我们来到了第5项，也是最后一项纪律，这是99:1方程的最高级别，这是对所有其他纪律的概括，这就是热爱你的命运，一个拉丁语表达的意思。这并非被动或顺从的接受，这是一种主动的、有活力的，甚至是快乐的实践，去接受并且去热爱。1%发送给你的一切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将其视为游戏中必要且完美的一部分。这是看着弓箭手的风，园丁的气候，然后说就该如此。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所有冲突中最深的，这是我们人类哀叹的倾向，希望事情本可以有所不同。如果我没有错过那班飞机就好了，如果他没有说那句话就好了，为什么这非要发生在我身上？我们抗拒现实，
我们花费了难以置信的精神能量来对抗过去，而过去根据定义是100%属于1%不可攻击、不可改变的一部分。热爱命运要求我们停止这场针对继承事实的无用战争。想象你的生活是一堆篝火，你的99%是火焰，你内在的火焰。1%的事件是世界扔进这堆篝火里的东西。赌徒抱怨被扔进来的东西，如果扔进来的是湿木头一次挫折，他抱怨他的火焰快熄灭了；如果扔进来的是太大的木桩，一个巨大挑战，他抱怨他会被窒息。他一生都在试图保护他那小小的火焰免受世界的侵扰。实践热爱命运的建筑师则有不同的方法，他已经用其他4项纪律建造了一团如此强烈的火焰，一个如此炙热的核心，以至于他会吞噬一切扔给他的东西，并将其转化为更多的燃料。扔进湿木头厄运，他的火是如此炙热，他烘干了木头并点燃了它。扔进一个大木桩，一场灾难。他把木桩当作长期的燃料，他不仅接受所来之事，他利用它。马可·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完美地描述了这一点。他说，阻碍行动的反而推进了行动，挡在路上的本身就成为了道路。障碍不是要绕过去的东西，它正是你练习的材料。你收到的批评1%不是一个障碍，它是你练习感知工程纪律3的燃料。经济危机1%不是终点，它是你刻意行动去挖井纪律4的燃料。实践热爱命运就是停止说这不应该发生，并开始问我如何能利用这个，我如何利用这次失败来学习，我如何利用这次损失来培养韧性，我如何利用这种侮辱来练习耐心。你不再把生活看作一系列你喜欢或不喜欢的事件，而是开始将其视为为你量身定做的完美的训练课程。这是最终的接受。你无法控制游戏，你只能控制你如何玩。你决定玩得如此出色，如此专注于你的99%，以至于1%的任何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坏运气成为了对你智慧的考验，好运气只是一个你享受但不会执着于它的红利。你变得真正自由了。这是登峰造极的纪律，它把厄运转化为力量，它把外部的混乱转化为内部的秩序。你停止与现实搏斗，开始与它共舞。你不再希望你的生活更容易，你希望自己更强大。你不再祈祷风小一点，你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弓箭手。这项纪律的结论是无敌，不是说你总能赢，而是说你永远不会被真正击败。如果你赢了1%有利，你赢了；如果你输了1%不利，你学习，你变强，你把事件当作燃料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赢了。你已经把99:1方程转变成了一个你不会输的系统。你成为了你99%的主人，并且通过这样做，你变得对1%漠不关心。我们完成了5项纪律。你开始看这个视频时是一个赌徒，一个偶然的受害者，把你所有的精神能量都花在1%的噪音上，祈求好运，惧怕厄运。现在你拥有了99%建筑师的操作手册，你明白了风和你的姿势之间的区别，你学会了爱上过程，设计你的感知，在没有动力时也刻意行动，并最终热爱你的命运，把每一个障碍当作燃料。然而，这段旅程并不会在视频结束时终止。你所学到的是地图，真正的行走现在才开始。你的平静、你的力量和你的自由，全都包含在你无情地专注于你内部王国的能力中。1%不欠你任何东西，你的99%要求你付出一切，这是你的最终承诺。如果这份指南对你有价值，你的第一个智慧行动是点击喜欢按钮。这不是为了算法，这是对你自己的一个声明，表明你真是内部工程高于外部噪音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，你作为建筑师的旅程是不完整的。订阅是你承诺继续日常训练、磨砺你的工具。最后，分享：你的生活中有人正在溺水，责备着1%，等待着运气改变。把这个视频发给那个人，不是为了拯救他，而是为了递给他铁锹，成为你希望自己曾经拥有过的那个向导。现在，
把评论区当作你最后的公开日记。我需要你做出2个声明，它们至关重要。第一个是你的新咒语，这堂基础课的总结，在评论中写下我控制我的 99%， 把这句话刻在你的脑海里。当 1% 试图诱惑你回到反应性的混乱中时，用它作为你的锚。第二个声明是给我们建筑师社区的，我想知道谁完成了全程训练。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，这不是为了我，这是为了你证明你的承诺，并向他人展示这个社区是由认真和专注的人组成的。记住，运气是回声，智慧是声音。开始工作。